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某些关系里，你越懂事，对方反而越觉得你应该，你越付出，他越觉得你活该？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一边用着你，一边却在打压你。他要你的能力，却从不承认你的价值。他用你的成果，却把你的努力踩在脚底。因为在他们眼里，使用你不需要成本，而否定你还能从你身上榨取更多。听到这里，或许你的脑海里已经浮现了某个人的脸，他也许是你的上司、你的伴侣、你的家人，甚至是一个你以为对你很好的朋友。他的嘴巴总是说着我很需要你，但他的行动却永远在削减你的自信。他从不真正肯定你，却总在你心灰意冷想要离开的时候突然变得温柔，就像是给了你一口气，等你缓过来了，他再重新踩下去。请你记住，这种循环不是偶然，不是误会，更不是他不懂得表达爱，这是一种蓄意的结构，一种无意识却极度精准的控制。佛教把人内心深处的痛苦与扭曲归结为贪嗔痴三个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毒。而那种一边用你一边打压你的人，正是这三毒的集中体现。他贪图你的资源与付出，所以他离不开你；他嗔恨你的光芒与价值，所以他见不得你好；他痴迷于控制与比较，所以他必须把你踩在脚下，他自己才能站得稳。这三种力量在他内心同时燃烧，让他变成了一个被自己折磨得精疲力竭的人。只是他把这份折磨残酷地转移到了你的身上。华严经里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这句话听起来深奥，但用白话来说就是心是万法的根源。一个人的起心动念会化作语言，化作行为，最终铸成他无法逆转的人生轨迹。这不只是在说因果不虚，更是在说一个长期被扭曲心念支配的人，他的生命最终也会被这份扭曲牢牢困住，无从逃脱。这期影片，我们要从佛法的角度彻底看清这类人的真实面目。我们要拔出你心里的刺，让你看见自己的价值，也看见他们最终无法逃脱的因果。为了让你更清楚看见这种关系的真面目，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依山傍水的小镇里，有一个织布的女子，名叫阿莲。阿莲没有显赫的出身，父亲早逝，母亲体弱。她从14岁开始就靠着一双手织布养家。她织出来的布料细密光滑，镇上的人都称赞她的手艺好。更难得的是，她心思细腻，做事踏实，从不跟人计较得失。镇上有一位布庄老板，名叫徐元昌，他家底丰厚，生意做得很大，但他其实不是靠自己的才能赚钱，他是靠会用人来赚钱。他看人有一种可怕的本能，专门寻找那种能干善良又不敢跟他计较的人，然后把对方的价值压榨到极致。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镇上的集市。那天阿莲摆摊卖布，旁边有个外地客商故意挑剔他的货，讲话带着轻视。阿莲没有生气，也没有反驳，只是平静地把布料翻开，温和地一一解释织法。那种不卑不亢的气质让远处的徐元昌看出了他的价值。他走过去，大方地买下了阿莲全部的布，还递给他一个地址，笑着说，我的布庄正缺一个懂行的人，你愿意来帮我吗？待遇都好谈。阿莲那时候还年轻，以为自己遇见了生命中的贵人，他感激地猛点头。起初一切都很好，徐元昌对他客气，偶尔称赞他的手艺，逢年过节还会多发一点奖金。阿莲觉得这份工作是上天给他的眷顾，于是更加拼命，更加用心地做事。但渐渐的，事情开始变了。阿莲的能力
越来越藏不住，有客商来布庄，甚至点名要见这位绘制复杂花样的女子。有一次，一位从京城来的大布商谈完生意后，悄悄对徐元昌说：“你这个知娘，就算放在京城，也有能力开自己的店铺啊。”这句话就像一根刺，狠狠扎进了徐元昌的心里。从那天起，他看阿莲的眼神就不一样了。他开始在客人面前轻描淡写地说：“他就是个会织布的，手艺还行，但生意上的事他什么都不懂。”当阿莲满心欢喜地提出新的设计想法，他不再鼓励，他会先沉默很久，然后冷冷地说：“想法倒是有，就是不知道实不实际。”当阿莲把一批格外精美的布交给他，他接过来随手一放，挑剔地说：“下次注意边角，收得不够整齐。”阿莲愣住了，他明明检查过那批布的每一条边，整齐得像用尺量过一样，但他没有反驳，他以为真的是自己哪里出了差错。这就是徐元昌最高明也最可怕的地方，他从不直接指着鼻子骂你，他只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不断地隐蔽地让你开始怀疑自己。他知道阿莲在意被认可，所以他精准地捏住这个软肋，让阿莲永远处于差一点点就能得到肯定的焦虑状态。这种若有若无的否定比直接的批评更有杀伤力，因为它让你无从辩驳，却又心里极度不安。布庄越来越赚钱，但阿莲的薪水却一毛都没有涨。徐元昌总有各种理由，今年大环境不好，账目还没结清，等明年稳定了再说。每当阿莲鼓起勇气开口，他就摆出一副我已经很照顾你了的受伤神情，让阿莲觉得自己提钱简直是一种忘恩负义。更让阿莲难受的是他对外人的态度。每当有人赞赏阿莲的织工，徐元昌就会轻巧地插话进来：“他就是手比较巧了，脑筋嘛，稍微转得慢了一点，还好有我在旁边帮他盯着。”在众人的笑声里，阿莲不知道该摆出什么表情，他只能低着头，假装自己没听见。直到有一天，镇上另一家布庄的老板亲自来找阿莲，开出2倍的薪水，邀请他过去帮忙。阿莲回家想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他鼓起勇气去找徐元昌提辞呈。徐元昌没有生气，没有拍桌子，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忽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用非常温柔的语气说：“阿莲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待你如何？你心里最清楚，外面的人哪里知道你的脾气，你的习惯，你去了那里未必能适应的。那个老板你真的了解吗？我留你是真心希望你好啊。”最后阿莲没有走，但阿莲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转身离开书房的那一刻，徐元昌的嘴角微微弯起了一个得意的笑容。他心里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自己不需要加薪，不需要改变，只需要几句温柔的包装，就能继续把这个廉价又好用的劳动力牢牢拴在身边。听完阿莲的故事，你是不是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窒息感？虽然这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但徐元昌并没有消失，他只是换了个名字，换了一套衣服，活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在现代的职场上，他可能是你的主管，你拼了命的加班，把专案做得很漂亮，他把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但转过头来，他却会拿着一个错别字或者一个排版的问题，把你骂得狗血淋头。他会告诉你，如果不是我在上面帮你顶着，你这种粗心的毛病早就在这行混不下去了。他让你觉得你能有今天，全靠他的大度与包容。在家庭或感情里，他可能是你的伴侣，他明明依赖你的照顾，依赖你付出的金钱或劳力，但他永远在挑剔你。他嫌你胖，嫌你赚得少，嫌你的朋友层次不够。
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除了我，还有谁受得了你这种脾气？你以为这只是他讲话比较直，你以为他愿意留在你身边就是一种爱，但其实这种一边使用你，一边打压你的感受，之所以会让人如此痛苦，是因为它不只消耗了你的体力，它更是一种对你自我认知的持续侵蚀。佛门里经常提到2个字，叫做我执。简单来说，就是极度执着于我的存在、我的利益、我的地位。一个深陷我执的人，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以自己为核心的坐标系，所有的人都只是这个坐标系里的棋子，有用的时候拿来用，无用的时候拨在一旁。他们从来没有把你当作一个完整的有情感、有尊严的生命来对待。这不是因为他们坏到了极点，而是因为他们内心的我执太深，深到他们已经无法真正看见别人的存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慈悲，只有计算。而在我执背后还隐藏着一种更可怕的心理，佛教称之为我慢。注意我慢不是单纯的骄傲，我慢是一种来自内在极度虚空的自大。正因为他的内心不踏实，他才需要不断地把自己垫高。而在这世上，垫高自己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把旁边的人踩低。你越优秀，对他的威胁就越大。你越善良，他越觉得你好欺负。他不敢让你变得太强，因为他怕控制不住你，但他又舍不得失去你的价值，因为他需要你来撑起他的生活或事业。这个矛盾注定让他永远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他需要你，是因为你有能力；他打压你，是因为你的能力让他感到极度不安。这就是真相。他踩你，不是因为你有问题，而是因为你有光。一个内心空洞的人，最怕的不是黑暗，而是旁边有人在发光。你的光越亮，他越难受，所以他必须用尽一切方法把你的灯芯掐断。我们把画面切回到阿莲的故事。命运这件事从来不是任何人能够永远操控的。2年之后，镇上来到了一位云游的老僧，法号慧觉。镇上的人发现，凡是心里有苦，去向老僧诉说烦恼的人，走出来之后，整个人都变得轻盈清明了。那阵子，阿莲的母亲身体越来越差，阿莲焦虑疲惫，心里压着太多说不清的委屈。有一天傍晚，他鬼使神差地走到了古庙前，老僧正在庭院里扫落叶，他没有先开口，就静静地等阿莲坐下来，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自我怀疑全都哭着说完。等阿莲安静下来，老僧才缓缓抬起头，问了一句话：你说他一边用你，一边踩你，但我问你，被踩的那一刻，你心里第一个念头是什么？阿莲想了很久，低着头轻声地说：我以为是我哪里做错了。老僧点了点头，他没有急着说大道理，只是把手边的一片落叶捡起来，放在阿莲的掌心里。他说：你看这片叶子，它落下来是因为风太大，还是因为它本来就该落了？阿莲摇摇头，他不明白。老僧平静地说：叶子落下有它的因缘，那棵树放开它，不是因为叶子不好，而是季节到了，该放的都要放。你以为它踩你是你的错，但它踩下的那一脚，不是因为你有问题，是因为他心里有恐惧，他必须踩着别人，他自己才能站得稳。阿莲愣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老僧的声音像是一阵微风，吹散了阿莲心头的迷雾。他用你是因为你有价值，他踩你是因为你有光。阿莲的眼眶红了，他终于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关系，但真正的考验这才刚刚开始。徐元昌是个极度敏感的人，他察觉到阿莲不再像以前那样唯唯诺诺了，于是他做了一件极其恶劣的事，他开始在镇上散布谣言。他到处跟人说
阿莲心大了，看不起人了，甚至造谣说阿莲偷偷学了他的独家染色配方，准备出去抢他的生意。很快的，原本跟阿莲交好的客商开始对他冷言冷语。阿莲起初拼命地解释，但流言这种东西，你越解释反而越描越黑。那种疲惫不只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的。你明明没有做错什么，却必须不停地证明自己的清白。就在他快要崩溃的时候，老僧的那句话又浮现在他脑海里，他踩你是因为你有光。阿莲瞬间全明白了，徐元昌散布这些谣言根本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他感到危险了。他必须在阿莲真正飞起来之前，先在众人的眼里把他的翅膀折断。这一次，阿莲没有去找他对峙，也没有大吵大闹，他只是安静地回到家，把手边的支具收拾整齐，然后做了一个决定。他不再去布庄了。徐元昌派人去请，阿莲只客气地回了一句：母亲身体不好，需要在家照顾，不能再去了。话说的滴水不漏，让徐元昌连发脾气的借口都找不到。那之后，阿莲在家里接散活，靠着真材实料，口碑越传越远。2年后，他拥有了自己的一间小织布坊。而徐元昌呢，赶走阿莲后，他换了几个工人，却再也找不到那样的手艺，布的质量大不如前。老客人纷纷摇头离开。更麻烦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他的为人，那些曾经被他利用过的人全都离他远去，他越来越孤立，生意只能靠着压低价格来苦撑。有一天，他在街上碰见了阿莲，阿莲向他礼貌地点了个头，脸上没有得意，也没有怨恨，就是一种极度的平静。那一刻，徐元昌忽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慌，他意识到阿莲已经完全放下了，就像路过一块不再有意义的石头，而他自己却还带着那一身算计，被困在原地，哪儿也去不了。佛家的因果律从来不是一句用来自我安慰的空话，而是一种极度精准的运作机制。佛说42章经里有一段话，让人读来不寒而栗：恶人害贤者，有仰天而唾，唾不至天，还从己堕；逆风扬尘，尘不至彼，还沾己身。翻成白话文就是：你抬头朝天上吐口水，口水到不了天，最后只会掉回你自己脸上。你逆着风撒灰尘，灰尘吹不到别人，只会糊住你自己的眼睛。你以为你在害别人，最终伤到的全是你自己。这就是现世报的样子，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惩罚，而是一个人的福报，也就是他的贵人运人元运，被他自己的算计一点一滴地消耗殆尽，最后剩下的只有众叛亲离。说了这么多关于他人的事，现在我们要来谈谈最重要的。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关系，你该怎么办？面对一个不断消耗你的人，佛法从来不教我们以牙还牙，也不教我们用仇恨去回应仇恨，因为那样做只是把你自己也拉进同一片泥沼，让2个人一起往下沉。佛法给我们的是4种截然不同的智慧，这不是教你隐忍，而是教你如何把那份被消耗掉的力气完完整整地收回到自己手里。第一种智慧是真正的看清它的真相。我们在受伤的时候，很容易在心里把对方放大，你要么把他放大成一个无所不能的恶人，要么把他放大成一个你绝对不能失去的依靠。但佛法给你的视角是，请把它还原成它真实的样子。它其实只是一个被贪嗔痴牢牢捆绑着的烦恼众生，它不是天生就要害你，它是被自己内心的恐惧、自卑和嫉妒控制着。它其实比你更可怜，因为那些烦恼昼夜不停地在他心里燃烧，他连一刻真正的安宁都没有。当你看见这一点，你会发现
你对他的恨意会开始变轻，不是因为你原谅了他对你造成的伤害，而是因为你看懂了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看破了他的虚弱，这是解脱的第一步，也是你拿回力量的开始。第二种智慧叫做心不随境转。佛门里有一句话，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外在的环境与他人的言语本身没有绝对的好与坏，真正决定它能不能伤害你的是你自己的心。他贬低你打压你，那是他的选择，是他造的业，但那些难听的话要不要在你的心里落地生根，这是你的选择。下一次当他的酸言酸语又刺过来的时候，你不需要急着反驳，也不需要假装不在乎，你只需要在心里停顿1秒钟，然后问自己，这是真的吗？还是他需要，这是真的？他说你不够好，这是他的判断，不是事实。他说你离开他会很惨，这是他的恐惧，不是你的处境。你越能把他的话从你的自我认知里剥离出来，你就越自由。第三种智慧是远离止损，不纠缠。很多时候我们离不开一段有毒的关系，是因为舍不得，舍不得过去投入的时间，舍不得他偶尔施舍的一点温柔。但佛法讲得很清楚，亲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这不是比喻，这是能量真实的运作法则。你长期处在一个不断贬低你的环境里，你的心境，你的自我价值都会被慢慢染黑。远离不是逃避，不是认输，更不是证明他赢了。远离是你终于看清了这场游戏的无意义。你不需要大吵大闹，不需要逼他认错道歉，你只需要像故事里的阿莲那样，安安静静地把你自己带走。不纠缠就是对自己最高级的保护。第四种智慧也是最难的一种，叫做慈悲。很多人听到慈悲就皱眉头，凭什么他这样对我，我凭什么要慈悲他？请你一定要明白，慈悲绝对不是让你继续忍受委屈，更不是让你假装那些伤害从没发生过。慈悲是你站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之外，对他的处境升起的一种理解，因为你知道他的业力终究会让他受苦。你不必替他受苦，但你也不必在自己的心里继续燃烧那份怨恨。怨恨这种东西对他没有任何实质的惩罚，但对你，它是一团火，会一直把你烧干。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一句，愿他早日觉醒，放下执着。当你能升起这样的念头，你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就像是放下了个背了很久的重物。那不是软弱，那是你彻底切断了他对你的能量捆绑。我们常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所有的智慧如果只停留在脑袋里，那它就只是一碗心灵鸡汤。真正能改变你人生的是你把这些智慧化为每天的行动。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办法立刻离开那段关系，没有关系，今天我为你准备了3个微小的日常修行清单，只要你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可以跟着做。它们非常简单，却能帮你在心里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护城河。第一个微行动是睡前3分钟的观心练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闭上眼睛，做几个深呼吸。如果在今天他又对你说了一些打压你的话，请你把那句话想象成是一张贴在你胸口的标签贴纸。你看着那张贴纸，然后在心里慢慢地把它撕下来，轻轻地丢到一旁，并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话，这是他的情绪，这不是我的真实。就这么简单。每天晚上撕一次，你就不会带着别人的负能量入睡。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他的话再也无法粘在你的心上。第二个微行动叫做停顿1秒的说话术。这类人最擅长的就是用言语瞬间激起你的焦虑，让你反射性的开始道歉或者慌乱的解释。
这就是他们控制你的节奏。从今天开始，当他再次挑剔你、否定你的时候，请你练习一件事，不要立刻开口，在心里默数1，停顿这1秒钟，然后用最平静的语气回他一句：汤，我知道你的看法了，或者是好的，我听到了。不要反驳，也不要顺着他的话贬低自己。这个停顿1秒就是你的护城河。当你不再给出他预期的恐慌反应，他那套控制你的剧本就再也演不下去了。第3个微行动是为自己建立一道心理结界。有时候对方可能是你的家人或直属主管，你每天都必须面对他。下次当他又开始滔滔不绝地打压你时，请你在脑海中想象，你们之间降下了一道厚厚的透明的玻璃墙。你可以看见他的嘴巴在动，但他的那些酸言酸语，那些负面能量撞到这面玻璃墙之后，就全部滑落到地上了，根本沾不到你的身上。在物理上，你可以试着稍微转开视线，不要直视他的眼睛，看着他的眉心或是肩膀。这是一种切断能量连结的具体做法。你会发现，即使站在他面前，你也能保持内心的安宁。这3个微小的行动，每天做1点，你会发现你流失的力量正在一点一滴地重新回到你的身体里。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一边用着你，一边却在打压你。走到这里，你已经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了，你知道他内心装着什么，也知道那些扭曲的东西最终会把他带向哪里。你更知道了该怎么从这段关系里把那个破碎的自己完完整整地带出来。有一件事，我希望你在今天看完这支影片之后永远放在心里，请你记住，被打压过的人绝对不会因为那些恶意的打压而变得渺小。那些打压恰恰只是证明了你有着让他们感到恐惧与威胁的光芒。你可以想一想，一颗路边普通的石头，没有人会想花力气去压住它。只有那些让人感到嫉妒，让人觉得不能任由它长大发光的东西，才值得对方花费那么大的心机与力气去压制。他打压你，正是因为你拥有了他这辈子都无法拥有的纯粹与美好。但你不需要靠着他的打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把那份原本属于你的光，安安静静地收回到自己手里，用在真正值得的地方，活出你原本该有的人生。故事里的老僧慧觉在离开小镇的那一天，只留下了一句话，深深地刻在古庙的墙上：万物无常，业力不期，自净其心，自渡彼岸。一切都是无常的，任何消耗你的关系都不会是永恒。业力是从不欺骗人的，每个人种下什么样的因，最终都会结出什么样的果。而净化自己的内心，不被别人的贪嗔痴所污染，是你现在唯一需要做，也是你最有能力做的事。渡过苦海的彼岸，从来不是靠着别人来拉你一把，而是靠你自己看清真相后，一步一步稳稳地走过去。你经历过那些消耗你的关系，绝对不是为了让你就此停留在痛苦里，你是为了通过那些经历看清人性的底色，最终找到那条回归自己内心的路。今天的内容如果让你有所触动，或者说出了你心底那些想说却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委屈，我邀请你现在就在留言区留下这10个字：愿我远离恶缘，福慧增长。这绝对不只是一句简单的祝福，这是你今天为自己种下的一颗最纯粹、最有力量的善种子。当我们都在留言区写下这句话，我们就能汇聚成一个极大的正向磁场，让每一个点进来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份温暖与支持。如果你身边刚好也有人正在经历这样痛苦的关系，
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有时候，一段话，一个转念，就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最需要的那一盏明灯。愿这颗清醒与自由的种子在你心里生根发芽，为你结出最平静的果实。我们下期影片见。